一个残酷的内心声音会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伤害到自己的心理健康。根据心理学家劳伦·亚历山大的说法，消极的自言自语会加重抑郁和焦虑，并导致低自尊。通过意识到有害的想法，学习如何对自己更好，可以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并进化成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人。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如何学习识别自己内心的声音，残酷的5个迹象，以及如何将其从残酷转变为善良。1、个性化。我走过一群正在大笑的朋友，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一定是在嘲笑我，尽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嘲笑我。然而，我就认为他们是在嘲笑我。如果有小伙伴为一些可能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责备自己，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化，而且这意味着这样的小伙伴内心有一种残酷的声音。个性化是一种常见的消极自言自语。如果发现自己过于个人化，咨询师希瑟·蒂姆建议退一步，问问自己，责怪自己是否合理，或者是否有其他方式来解释这种情况。人们更有可能是被别人讲的笑话，而不是叹息逗笑。在将负面信念内化之前，请确保考虑到所有可能性。2、绝对主义者。有的人在功课上得了一个很差的分数，然后会对自己说，我真笨，我在学校永远不会成功，我为什么要费劲去尝试？亚历山大博士说，像这样的言论是负面内心对话的例子，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注意绝对化的语言，比如我总是失败，或者我永远不会擅长这个。如果有小伙伴的想法听起来像这样，这表明你内心的声音很残酷。当注意到有害的内心对话时，试着控制住自己，然后用更友善、更温和的自我对话来取代它。3、信心杀手。消极的自言自语不只会影响健康，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成功程度。根据伊丽莎白·斯科特博士的说法，内心残酷的声音会耗尽自己的信心，这会让人更难达到目标，成为最好的自己。斯科特建议为自己内心残酷的声音取一个愚蠢的绰号，使它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并帮助认识到自己可以不同意它，这样消极的想法就不会对自己产生太大的影响。说到绰号。4、一直叫凯伦。一直用消极的自言自语唠叨，从不让自己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对自己进行一次批判性的思考是正常的，并不一定意味着自己有一个残酷的内心声音。但根据亚历山大博士的说法，如果有人内心的声音总是消极的，他就成了个问题，可能是有害的。下次当有小伙伴内心残酷的声音试图让自己沮丧时，试着接受咨询师蒂姆和斯科特博士的建议，用类似凯伦这样的绰号，或者随便什么自己喜欢的绰号来玩笑这个声音，然后考虑这个想法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回想一下在自己的功课上得到一个糟糕分数的例子，当内心残酷的声音响起时，可以这样挑战它，今天不行，凯伦，我得了个低分，这并不意味着我很蠢，我赶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晚上完成了作业，所以有可能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下次提前做好计划，我是既聪明又能干的。5、抢了你的风头。根据顾问大卫·潘尼的说法，内心残酷的声音会削弱一个人的成就，他将这称之为是但是心态。如果你在工作中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好吧，你内心的声音可能会说，当然你做得很好，但你没有为明天和老板的会议做好准备，专注于坏的事情会阻止我们享受好的事情。他说，应该记住为什么内心的批评会出现在那里。他指出，消极的自我对话通常是为了帮助一个人避免失败或失望的痛苦。这种观点可以帮助自己对自己残酷的内心声音产生自我同情，承认它，并知道它为什么会存在，是改善自己内心对话的第一步。我们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大家反思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我的小伙伴们，请记住，你是被爱着的，你应该给予你所爱的人同样的善意。如果你不愿对朋友说，那就不要对自己说。你有残酷的内心声音吗？如果有，它对你有什么影响？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下支影片不见不散。